从最基本的款介绍起吧，这个就是黄金快乐叶子，有另外的名称。然后因为它的花纹是，你像这种不是像这种绿萝这样子长条形，它是这种比较偏圆。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回到婷婷的植物频道。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绿萝大家庭。绿萝是所有新手基本上绕不开的一个植物啊。然后，但是它的种类又特别多，而且关于英文名字跟中文名字的那个对比又特别混乱，所以我是很久都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快乐叶子啊，然后经常会搞混啊什么的，所以我今天就想拍一期视频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到底绿萝下面的进化的分类有哪些？而且绿萝又是大家新手绕不开的一个植物，总会有需要挑选绿萝的时候，但是经常有朋友买回来不知道自己这个绿萝的名称是什么，因为他只知道是个进化的绿萝，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进化。所以我今天就想给大家理清楚，到底绿萝有哪些进化，我就以我家有的这些进化的为例子给大家举例吧。然后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个从最基本的款介绍起吧，这个就是黄金绿萝。说黄金绿萝其实就是黄色的进化的绿萝，然后它就是最普通的绿萝加上了一些黄色的不规则形状的进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一个，而且它的叶片就是因为绿萝的生命力比较旺盛嘛，它的叶片也会相对大。如果你要把它加上水苔柱往上长的话，它其实可以叶片长得非常大，而且可以像龟背竹一样开背。然后所以很多人都会把就是那种它巨大版的这个黄金绿萝跟撒金龟背竹搞混，但我家地方不是很大嘛，所以我就让它这样垂坠长。这棵黄金绿萝等于说是我从5片叶子的 cutting 开始养的，现在养到这么大。然后它这个对应的英文名称叫 Golden Pothos，大家可以对比着看一看，这个还是比较好分清楚的。然后下一个绿萝呢是这一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有好几种绿萝的，好几种品种在里面的。如果是外国的这种细分的方法的话，中文里它基本上这个形态的绿萝他们都叫它白金葛，就是带一点白色的，但实际上它的花纹你仔细看，它是有非常多的分类的。其实这里有好几种叶子，我来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一片这么绿白分明的状态，它的名字叫 Enjoy。然后 Enjoy 的话 ，Enjoy 这个名字又让人觉得它好像是快乐叶子，其实并不是的。快乐叶子有另外的名称。然后这个大家可以记住它的样子，它是绿白分明，然后白色部分没有绿色的点点，比较少绿色点点。然后英文名字叫 Enjoy。跟它对比的呢，就是这一片，大家可以看，这一片它也是绿白分明，然后它白色的部分是有一些绿色的点状物的，这种它的英文名叫 Pearls and Jade， 直译过来就是珍珠玉绿萝。这个分株里面它都是长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种，我觉得，请我找一找，还有一种，你看这种，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它有一些绿色比较深，然后有一些绿色的部分是比较像带着一点银色的底的绿色，这种叫冰川绿萝。所以其实这么小小的一盆里面竟然有3个品种。其实如果你要细分的话，它是3种不一样的植物。但是我也是这样一盆买过来的嘛，所以其实等于说nursery 他们其实也没有分这么细，没有把这一株一株分开来卖给我们。然后我甚至买这盆的时候，我朋友买到了一盆，里面有一个分支是快乐叶子，我就觉得他赚到了。然后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懂嘛，所以就随便挑了一盆，结果它这盆里面也是有3种不同的白金葛吧。好，那我们接着来讲这个白金葛的一个小特点吧，就是白金葛这个叶片会相对比较小巧，特别是跟这种普通的黄金绿萝对比的话，它就很明显，它一个叶片的大小，你看可以差这么大。然后，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我拥有的品种这种大理石绿萝，这个是大理石皇后绿萝，它的英文名叫 Marble Queen， 就是直译的大理石皇后。然后它也是比较好认的，因为它的花纹是你像这种大理石花纹，每一片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这种大理石花纹。然后我的底是比较偏奶油底的，然后有一些人的底会比较偏白，它只是不同的一点点区别啊。这个也比较长条了，所以就可能会给它剪一剪，然后重新插一盆比较满的。除了这个大理石皇后呢，还有一种皇后绿萝叫Snow Queen Pothos， 然后那个的话，它就会整个更偏白一些，然后没有这种大块的绿色斑纹，然后基本上就是整片白的，然后撒上绿色的这些斑点，那种叫 Snow Queen。其实这两种可能是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品种吧，那种品种我没有，我到时候可以插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快乐叶子啦，快乐叶子其实自己的特点还比较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叶片会相对更圆润一点，不是那种不是像这种绿萝这样子长条形，它是这种比较偏圆形的。然后它的叶片呢会往里卷，它每一片叶片都会往里卷。然后我还有个特点是我自己找到的，就是你看这个新叶特别明显，就是它是绿色的包围白色的，就中心是白色，然后旁边一圈是绿色，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规律，就是中间会比较白。因为你看这样子摆在一起就很明显对比，就是白金葛的叶片中间基本上都是有绿色部分的，你看它是绿色在中间，然后白色在外面。然后这个就是白色在中间，绿色在外面，它叶片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好，那关于绿萝的养护的话呢，其实就是也是特别容易了，都是非常有名的新手植物了。你想，特别是这种黄金绿萝，就是最基本款，我基本上1个月浇一次水都没有太大问题，我有时候都会忘记它的存在，然后直到它看到它叶片有点软了，我才会去浇点水，然后它立马就会挺起来，就会给你反馈，非常舒适的反馈。然后像这种白金葛的话，它会相对来说生长会比较缓慢一些些，但是我看这几个月它也长了不少啦，我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对比图给大家看一下。大理石绿萝呢也是长了挺长一条的，我准备给大家切一切，然后繁殖一下。这个快乐叶子的话，它的养护也是相对简单啦，就是基本上也养不死，只要你给它干了浇点水，也是叶片软了就浇一点水，它就也会立马挺起来。但是它有一个值得说的点，就是它繁殖起来可能没有其他的叶片这么容易，因为它白色的部分比较多嘛，特别是这种新叶，它基本上就是全白叶子的话，如果只把这么一段剪下来的话，它这个白色叶片就非常容易烂。我这盆就是扦插出来的，我的方法是要在母株里面把气生根扎进这个土里，然后让气生根长出侧根来，你再把它跟母株分离开来，这样它就有足够的侧根去吸水，这个扦插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你看我这盆就扦插的非常成功。好，那我今天想分享的就这么多，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视频能分清楚这个绿萝大家庭里面到底有细分的哪几种，能对他们的英文和中文名搞得更清楚一点，然后能把名字跟他们的样子配对，然后大家去选购的时候也不会非常迷糊了，就是能清楚的知道自己买什么，不要买到货不对版啊，然后想买 Pearls and Jade 的，然后结果买回来一个 Enjoy， 或者想买快乐叶子买回来一个 Enjoy， 就是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买这盆的时候其实就搞不清楚，我就以为是快乐叶子啊，就买回来了。我介绍了这么多绿萝，然后而且都是锦化的绿萝，如果喜欢锦化植物的朋友，又不想花大钱去买那些比较名贵的植物的话，从绿萝入手也很好啊，因为喜欢锦化植物的朋友都是觉得锦化植物每一片叶子都有它自己的不同的样子嘛，就每一片新叶就好像开奖一样。那你说这种快乐叶子什么的，其实都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惊喜的。你每一片新叶，你都会觉得，哦，它长得好不一样啊，我好喜欢。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锦化植物，但又不想花大价钱的话，其实从这些绿萝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毕竟那些名贵的植物，我们等一等，或许下个月它就降价了呢。我们一起来做等等党，然后在等的同时，也可以养一些绿萝这些平替。养得好的话，其实也可以养得非常漂亮的，同不同意？
如果我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正。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这期内容的话，记得点赞这个视频，关注我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期的内容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